昨晚我查看了一下各分系统的详细设计报告和图纸，赵博，平地行驶电流和爬坡行驶电流差多少？5倍吧。问题应该是在这儿，所以现在最怀疑的是电磁干扰的问题。这是一条电机的供电线，假设供电电流是 I， 这是电机霍尔传感器的回线，这两个线之间的距离，在设计建造规范中是1.6毫米。我们的设计刚好是1.6毫米，没有任何的余量。当电机的电流超过设定值时，不能排除电机霍尔传感器会受到干扰。的确不能排除这个可能。那咱们怎么复现一下？可以通过车轮加载试验来验证这个问题。上坡指令已发送，请观察波形及遥测信号。车轮行进速度不稳定，同时电机霍尔传感器出现异常毛刺。现在电机是 PWM 控制状态，展波频率90几十 K。刚才看了一下，挂砝码时电流能达到1安多。电机霍尔传感器和电机的3象限的确离得太近了，所以会把电机霍尔传感器干扰出这么多毛刺。那下一步就是把信号线和电机线分2个方向走。上坡指令已发送，请观察波形及遥测信号。车轮正常，电机霍尔传感器波形正常。就是它了，准备上坡测试。上坡指令已发送，请观察遥测信号。车轮行驶方向正常。看来找对原因了，大家辛苦啊，多试几次，确保没问题。好嘞。张工，早点下班吧。啊，不是你女朋友生日吗？行，大家辛苦啊，我明天多加会儿啊。这次问题虽然不大，但处理的沉着冷静、高效，是一个优秀的苗子。还可以吧，还需要磨练。张远，吴总，同志们，这次我们的巡视器是和北京合作研发的，发现问题要和北京及时沟通透彻。下个月就要进行外场试验了。本来是由关在带队，但他现在去不了。这段时间，于陀，你把他们的工作先接一部分过来。还有1号预演工作，你先抓起来。后续工作怎么安排，我们再考虑一下。明白。于陀，你过来。关在下个月都回不来，他到底什么情况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主要是关在不希望大家为他担心，但这事儿早晚得说。他后天手术。手术？小沈，张远，坐。吴总，哎，坐吧。
来，坐坐。王医生，放心吧，手术很成功。谢谢，谢谢。不用谢，这个是我们的工作。那他什么时候能出来？要等麻醉效力过了以后，等病人苏醒了就可以出来了。病人家属啊，最好2天以后再来看，让病人得到充分的休息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我们等见到人就回去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大夫。我去给他来点水。关仔，哥，工况12号第6次试验完成。可以了，今天就到这儿。今天怎么都没说几句话？心情不好。因为老关。我们先把自己手头的事情做好，别让他生着病还挂着心。你说老关这一病，这1号预言技术的负责人会不会换人啊？来了，郭哥刚睡。行啊。你怎么来了？关注呢？买东西去了。喝点水吧。来一口就够了。那天我看你跟胡所长也是一起来的，你是不是已经回所里上班了？不离职了？不了。是为了我吗？
脸别这么大。哦，对了，我电脑里关于1号的修改方案你看了吗？有什么想法？去西安前，你就把方案发给我了。这么肯定我会回来？你要是不回来，我就当是芳心错付了呗。看了，有几处修改是可行的，不影响整体。不过原来我们有很多被认为好高骛远的地方，我想证明是可实现的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其实你是最固执的那一个，我支持你。但我现在生病了，情况不好说。技术负责人我是做不了了。你现在要资历不足，也担当不了。我考虑过，最有可能接受你工作的是童博。童博人好，专业水平高。就这个事儿，我跟他交流过。这没别人，我说的直接一点。我觉得他的思路过于保守，缺乏前瞻性。几年以后做出来，在国际上可能不具优势。我和大梦还有小胡都讨论过，大家更想坚持现在的方案。我们几个呢，资历比较浅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请老师挂帅。不过这个方案肯定要真正的得到他的认可。童博这边呢，型号发射还有1个多月，等把卫星移交给西安测控，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。我们在这段时间里会再次迭代，争取说服老师。行啊，你才回来几天呀？方方面面想得这么周到，尽力争取，服从安排。少喊口号啊！给1号取个名字吧。取名？没必要吧？别老1号1号了，你取一个。我取。你取。在茫茫宇宙中寻找地球和人类起源的真相，在无穷无尽中寻找另一神迹存在的可能性，证明人类不孤单，是他的使命。就叫搜神吧。好，1号医院少来，1号不，搜神号还有其他的工作，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。哎，你们平时也是这种配合的吧？他打诸葛亮，你打守约。其实不是的，他是任何位置都能打，任何英雄都可以，所以一直都是他在教我。这大晚上的把我约出来，
又是为了于途啊？哎呀，群里的视频我看过了。我们大学几个闺蜜一聚会，你哪次不是旁敲侧击的把话题引到于途身上说几句啊？是吗？你说他幼稚、自私、理想主义者，你从来都不后悔跟他分手，有那么意难平吗？我说错了吗？他不自私，放弃几倍的高薪去做什么航天梦？那会儿如果不分手，我们还在一起，难道要我一个人来养家啊？现在房子什么价格？北京什么开销？孩子好的教育1年要多少钱？这些都推给另一半承担，凭什么呀？人各有志，而且最主要的是呢，你跟于途，你俩都属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一旦遇到矛盾，绝对不会为对方妥协。分了挺干净。哎，你俩都分了这么多年了，你又不是没谈过恋爱，心心念念的还去管别人的新恋情，人家跟你分手了，还得给你守身如玉啊。他当然能谈了，只是不能跟乔晶晶。下面我们欢迎全国数学竞赛的金牌获得者高3、5班的于途同学上台发言，有请。我可听说，乔晶晶很喜欢他。你说好像什么大新闻似的，喜欢于途的女生不都去了？你说于途会不会喜欢乔晶晶啊？她长得那么漂亮。我觉得应该会吧。所以，你很介意他？大可不必。他高中的时候成绩一般，还向于途表白过，被于途拒绝了。于途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。现在，我只能说名利是个好东西。我要去趟上海。喂，于途，夏晴来上海了，说要补上次那顿，请大家吃饭，让我喊你，今晚或者明晚都行。我没时间，帮我推了吧。那行，我就问问你，你不去也好，免得取名那个贱人又犯贱。于途，乔小姐是谁啊？当然是金靖。自从你上班之后啊，早出晚归的，见你一面，比
比10连胜还难。严谨一点，单排10连胜。你厉害。哎呀，你也不带我玩了，游戏也不上了。夏晴来上海约我喝酒，什么意思？你明白吧？心里有点数吧？明天周末了，你要是有空了，没时间，也没必要。行吧。少吃点啊。于途挺忙的，你知道他们航天吗？加班是家常便饭，真没时间去市区。他这荒郊野外的，来回得3小时。你把他单位地址给我一下。哇塞，势在必得呀！翟亮说你在加班，有空喝杯茶吗？关于外场的安排啊，就说到这里。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好，那就散会。今天是个周末，大家还是回去早点休息吧。啊。我在你单位旁边的咖啡馆等你。8点钟下班，特别能吃苦，特别能加班。走啊，一起出去吃火锅去。你们吃，我有事儿。我先走了。小姐，需要给你加点水吗？不用了。好。于途，我上次说的你都想清楚了吗？如果你一点都不为我们的将来着想，我们不如分手吧。好，我没意见。我能赢1次，我就能赢第2次。一起打个游戏而已，算什么？有必要吗？这么多人追你，你要吃回头草啊？而且于途现在还是在那个研究所，还是赚这点钱，你现在就不介意啦？我现在也不在乎他赚多少钱。博士学历，研究所的工作，起码社会地位不错。还有，意难平，我就是意难平。你工作的地方离市区真够远的。翟亮说你手机经常没信号，果然是这样。你们这是保密措施啊？手机不能带进实验室吗？你找我什么事？
我等了你2个小时，难道几句话把话说完就走啊？你吃晚饭了吗？要不给你点点东西？吃过了。先生，您看一下需要点什么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好。我跟翟亮又做了很久，听说你又回研究所了。对。他其实挺担心你的，说你状态不太好，但又不好多问。是投行那边出什么问题了吗？没什么问题，我比较适合研究所。人的想法果然是会变的。其实我现在也觉得，你做事专注，的确适合在研究所。昨天我们聚会还在讨论，我还开玩笑说，你的智商确实是应该为科学做奋斗去。以前因为这个还跟你争论，真是太年轻了，总觉得自己才是对的。对了，你怎么会跟乔晶晶一起玩游戏啊？昨天聚会大家还讨论这个，还怪我们没有说乔晶晶是我们高中同学。这我们怎么说呀？一直也跟她不熟，你们还一块喝过酒啊？我想来想去，也不太可能啊。所以等他们一走，就过来跟你证实一下。没想到果然是他。我和他是高中同学，有联系不奇怪。也是。不过他从来没有在班级群里，我还以为他并不喜欢跟以前同学玩呢。说起来，我们班级最成功的应该就是他了吧？反倒我们没什么大出息，出了社会，成绩再好有什么用啊？还是要靠情商的。他是重点大学毕业的。是吗？念书的时候没怎么关注过，不过我确实挺佩服他的。娱乐圈这么复杂的地方，龙蛇混杂，他能混得这么好，这么红，肯定付出了很多吧？夏晴，我想，我该跟你说声抱歉。当年我答应的太轻率，只考虑到你足够独立，却没有想过自己要付出什么。事实证明，我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幸好你一向聪明，及时止损。这就是你的风度啊！我们很久没联系了，你何必呢？怪不得你要回研究所，毕竟不用再为身外之物担心了。祝你牢牢把握住。